杨叔，老婆，老婆，你在那儿干什么呀？那太危险了，你快过来呀！我带着孩子过来看你了啊！这风太大了，你快跟我回去，好不好？不要哭了，宝宝，不要哭了！不哭了。妈妈没有用，妈妈没有奶，这么长时间，妈妈都没能给你一口奶喝。我知道你恨妈妈，我根本不配做你的妈妈。不会的，孩子不会恨你的，孩子只会爱他的妈妈。啊，你听话，你跟我回去吧，好不好？他状态不太对，你先别靠近他。你先让孩子别哭了，你把孩子带到后面去，让孩子别哭了。不哭了，宝宝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呀！喂，找到杨叔了，在天台。你在哪？啊，我在楼下呢。楼下？你抬头能看到吗？看到了。杨叔的状态不太对，欧阳抱着孩子要接近他，他就往后退，太危险了，我们现在都不敢动，怎么办？我马上上来。你看免提，我跟他说。杨叔，我是刘医生，你先静下来，你听我说。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嗜睡，老觉得睡不醒？你是不是对什么都没兴趣，还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价值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因为你不好，是因为你生病了。你的所有这些症状都是产后抑郁症的症状，这是一种病，你明白吗？我生病了。是的，你开了一大刀，身体激素变化太快，又经历了一段不太开心的事情，所以你的情绪闹脾气了。是他让你变懒，变得很绝望，变得看不起自己。但请你相信我，这些都是短期的。你配合医生好好治疗啊，等激素平稳了，刀口愈合了，母乳也有了，你会慢慢好的。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。如果我好不了呢？不会的，请你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医生，我证明了你的清白，我带回了你的孩子，我很专业，而且我的妈妈也是抑郁症自杀的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能过这一关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，但是我知道没有妈妈的孩子有多可怜。我很小就被送到国外，寄住在亲戚家。我每年冬天都会不停地感冒发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他中国孩子的妈妈会给他们准备秋裤。我没有妈妈，天气再冷，我都只有一条单裤。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经常有机会上台领奖，但是我的妈妈从来不会出现在台下为我鼓掌。我的同桌是一个总考倒数第一的白人男孩，他总是欺负我。有一次，他从倒数第一考到了倒数第二，他妈妈抱住他，骄傲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太棒了，妈妈为你骄傲。”可是我从小到大拿了那么多第一名，我的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。从专业上，请你相信我这个医生的判断，你会好的。从情感上，请你相信我这个儿子的话，我一生都得不到我妈妈的宠爱，我一生都会难过，都会耿耿于怀。杨叔，请你过去抱抱你的孩子，你问问你自己，还能不能坚持一段时间？产后抑郁症一般只会持续3到6个月，请你给我打个赌，用这段时间来换取你儿子一生的幸福，可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下去。你能，你真的能。
婆，你不能这么想，你快过来呀！没有办法面对他。坚持住啊！你抓住，老婆，你抓住了！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婆，我保证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。对不起，老婆。哟，两位英雄，说好些了没？他的手拉杨叔的时候撞到了栏杆上，轻微骨折，估计得10天半个月才能好。我是擦伤，过2天就好。他情绪怎么样？不好，医院里又是嘉奖又是表扬的，一直没效果。怪不得刚才不理我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担心他也抑郁症。盯紧一点，啊。放心吧。我先过去了，跳楼的那位患者今天出院。快去吧。刘医生，实在太抱歉了，我一时冲动，结果我这擦破点皮，你却烧成这样。今天有好好吃药吗？哦，他今天吃过了，那个精神科的主任过来会诊开的药，杨叔说吃了以后好像心里的乌云都驱散了一样，挺好的。那太好了，别哭了。刚刚有了母乳，我情绪不能太激动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看我现在走哪都是英雄啊！加我微信的美女都一摞一摞的。一摞一摞的，那是太平间。今天我跟杜医生特意来送你们，希望叔叔阿姨还有魏阳能答应我们一些要求。刘医生，你说。第一，要监督杨叔坚持服药，有任何问题去找精神科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明白。第二呢，在服药还有停药期间，情绪有可能会反复，请你们尽量不要指责、规劝，还有生气，尽量的去营造一个比较温馨的家庭氛围。这不光是我的请求，也是我咨询了精神科的大主任，他告诉我，照顾产后抑郁症的患者比较好的方式。刘医生，杜医生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以后一定会加倍对我老婆好的。而且刚才那个精神科的大主任，我也向他请教过了，他说的那些问题我也都记到了手机上，都设成屏保了，以后保证会认真贯彻执行。那太好了，那就祝你们顺利出院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哟，你这是高兴的，知道要回家了。以后天台就上不来了。医院说，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，要把所有高层的天台和阳台都封起来。以后想溜上来喘口气儿，都不行了。医院是没办法，这个地方承载着太多的绝望和痛苦，一旦有患者出事，家属就会追究医院的责任。没想到我来这里短短几个月，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明天就是我妈妈的忌日了。那你请个假吧。我可能要请很长一段时间的假。也对，你这个伤势是要好好养养了，别到处蹦跶了。最近，我心里一直在模拟我6岁的时候，我妈妈的心理状态。我在记忆里不断地搜索关于她所有的细节。我在想，我当时应该可以做点什么，让她可以产生留在这个世界的想法和兴趣。我满脑子都在演练这些情节，一直挥之不去。所以，
我觉得我可能还是离开比较好。我想回我导师的实验室了。我知道你非常疑惑，也非常难过，但我还是希望你不要选择逃避。你说过，面对妻子的痛苦，丈夫不可以不作为。同样，当我们面对自己内心的痛苦，我们也不能够不作为。况且，你什么？你想让我留下来？我想，我觉得你今天轻轻松松得到的一切，都是我和聪瑞要花几倍的力气才得到的。虽然说当初你来圣济妇产科是为了气你爸爸，但对我们而言，是我们心目中的圣殿，是守护妈妈和孩子的希望港湾。你应该珍惜，就算不珍惜，也不要拿这种随便的态度来玷污它。你真倔，我就应该摁着你亲，亲到你不倔为止。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我，难道就不能说出来吗？啊，我来看你了。你爱吃草莓吗？你一定很爱吃，对吧？不然你也不会在离开之前给我洗了一盘草莓吃。你是想给我留下一点甜，还是一点酸啊？20年没吃草莓了，味道不错。你妈妈喜欢芍药，不喜欢菊花。是吗？可惜他没有机会亲口告诉我。我妈妈有产后抑郁症，你知道了吧？后来产后抑郁症怎么就变成了真正的抑郁症？你做了什么？她没有抑郁症。我看了她的病历，整整6年，她都在遭受抑郁症的折磨。她产后伤口反复感染，你有没有好好照顾她？她不断的请病假，我记得她经常一个人带着我在家里。她在遭受病痛折磨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忙着往上爬吗？她病了6年。你从主治到副主任到主任，像坐火箭一样往上升，而他呢，一个人在抑郁症里挣扎，还要照顾我。
你还说她没有抑郁症，你在为自己的失职开脱吗？你妈妈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，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商量好，先拼工作，再生孩子。可是你妈妈刚升任护士长之后不久就怀孕了，这是一个我们没准备的意外情况。你妈妈当时觉得位子还没坐稳，想要打掉孩子，我没有同意。虽然你是个意外，但是我愿意接受这个意外。可是这个意外之后，是一连串的意外。你妈妈在怀孕的时候，仍然在拼命工作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她说，她要把怀孕、生子对工作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。她要成为一个能拿南丁格尔奖的伟大护士长，绝对不能输给我。生你的时候是艰难产，导致会阴撕裂，我劝她好好用药，好好休息。可是她还没完全恢复，就急着去工作，然后就感染了。感染以后，她就更心急，更焦虑，稍微有点好转，她就去工作，继续感染，反反复复。原本是打算拼工作的，到后来却成了经常请病假。最后，科里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大主任就找他谈话，要他长期休假，护士长的位子由别人来替代。你妈妈一下子就崩溃了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抑郁症，她就是太要强了。为了工作上那一点虚荣心和成就感，罔顾家庭和孩子，跳楼自杀，这更是不负责任。跳楼自杀？所以他失踪那天是跳楼了吗？当年唯一庆幸的是没让你亲眼看到你妈妈跳楼。如果被你看见了，那将是你一生躲不掉的阴影。我真的没想到，你身为一个医生，居然把我妈的病归咎于要强和不负责任。如果当时你呢，放下你的偏见，用心的去理解她，去重视她的情绪变化，她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抑郁症。什么抑郁症？她就是因为太要强了，钻牛角尖儿，所以她想不开。我劝你要谨慎择偶，不要再找那种太要强的女人。如果她满脑子想赢，一遇挫折就崩溃，那是什么药也解决不了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才是杀死我妈妈的真正凶手。就是你的这种态度，才把我妈妈一步一步逼上绝路。刘振华，从今往后，我永远不会再叫你爸爸，我的生活也永远不需要你插手。如果当年我听你的，把孩子拿掉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，对吧？啊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，对吧？是我非要把孩子生下来，我混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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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白倩，我真的好后悔。
我是你们的天使娜美。今天我已经来到了医院，准备迎接我的宝宝的到来。哎呀，过去几个月里面，我都一直给你们跳舞，是不是很感动？但是今天医生告诉我，不可以了。所以，今天我就跟你们聊聊天。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，一定好好给你们解答。大美，预产期还有几天啊？预产期啊，还早着呢。但是因为我个人一些天生小小的问题，需要卧床等着宝宝再长足几周足月。啊，喜欢看我跳舞的粉丝们可能需要再等等喽。身体太虚了吧，胎儿不稳。身体太虚了加一，我前女友就这样，流产刮宫过，不躺着孩子就掉了。没有流过产，确实是我自己一个天生的小问题。这是我第一次怀孕，好吗？快生了还化妆，对孩子一点都不负责任，孩子容易畸形的。想赚钱想我怀孕的时候连电脑都不敢看，你还直播，有辐射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孩子肯定不好。我在怀孕时候使用的护肤品啊，都是孕妇可用的。因为呢，在怀孕期间，身体雌性激素的变化会导致准妈妈的皮肤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，会变得比较敏感啊、脆弱啊。所以呢，我在怀孕的时候都会去选择一些天然植物成分为主的、质地比较温和啊、安全啊、皮肤也容易吸收的产品。哎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用的是什么，你们就知道了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来，把我的护肤品拿过来一下。我也买一份。来，我先囤了。种草了，给你们看看，打开让我们看一下，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好物。你的化妆品期都可以用吗？噔噔，就是这一款，这是孕妇可用、绝对安全的产品，放心吧啊！哎，我不懂，这是什么呀？还有，我没有做过手术，大家也要放心。刚来的吧？你们也知道，医生一般把情况说的。我也想看你跳舞。干什么呢？天使娜美的直播，你看有些网友说话真的好奇怪啊。他说医生让他卧床，下面就有人说他身体虚，有说他怀孕化妆的，还有人说他不负责任，要把孩子辐射畸形的，还有人说医生言过其实，气死我了！我跟他在网上对骂。哎呀，这网上的事何必这么认真呢？都是些闲的没事干的人。我才发现有那么多人对妇产科的常识是一无所知，一张嘴全是偏见和伪科学。你看啊，还有个挑事儿的，说他一定是情感史丰富导致的宫颈糜烂。这都什么年代，还有人相信这种话？这宫颈糜烂压根儿就不是病啊！我看看，我直播经过医院和医生同意的。这帮网红基本上都被粉丝给绑架了。你看，他已经不敢说自己的病情了。让我站起来直播呀！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！你疯了吗？哎，你慢点啊，聪瑞。娜美，站起来！姐姐身材好好，是吧？怀孕都不影响。跳舞那就不行了，给你比个心，掌声在哪里呢？躺下！不好好啊，有声音。谁啊？姐姐还是这么。你这样孩子会很危险的，你不要拿孩子来赌气好不好？小姐姐真好看。嗨，就是这个医院的科室，拜托我带一下吴医生的科普账号。你怎么刷了10个跑车啊？而且我在一个单人的病房才能开直播的。退休了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播到这里吧，我们明天见哦，宝宝们，爱你们。多少啊？哎呦，你赶紧躺下！你真行，你让你看着他，让你看着他。哎呀，我说不了他，我没事。先上床，先上床。没事吧？你没有不舒服吧？没有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声音呢是大了点，但是我真的很急。你这种先天性的宫颈短，幸好早就在圣济医院建档，并且小心监护，要不然很容易流产的。您看，你都坚持到30周了，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？还有啊，这些网友说话都太恶毒了，要不然以后就别直播了，会影响你的。没事儿，我早就已经习惯了，而且网上的那些人也不是真坏，他们只是找一个渠道发泄发泄而已。再说了，给他们快乐是我的职责，如果我不能给他们快乐，我们也挣不了那么多钱呀，是不是？你内心也太强大了，看来当网红都不是一般人啊。那咋整啊？
你要是在乎，那能把你气死。咱有时候就当看不见呗。那看来是我多虑了，但是你以后千万不能乱动了，知道吗？谢谢你，吴医生。有什么情况再来找我啊。是。好了，拜拜。不让我动听见了吗？吴医生好。哎呀，你们咋整啊？我的话不听，医生的话也不听啊！你们无法无天呐！但是你以后千万不能乱动了，知道吗？谢谢你，吴医生。有什么情况再来找我啊。是。好了，拜拜。不让我动听见了吗？吴医生好。哎呀，你们咋整啊？我的话不听，医生的话也不听啊！你们无法无天呐！哎，咋回事呢？你们？我可不想我大孙子早产。哎呀，大夫的话你都得听，知道不？知道了妈，这不没出啥事儿吗？不整挺好吗？哎呀，咱们得小点声，这病房隔音不太好，现在很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一激动啊，嗓门就大。哎，大夫，我跟你说个事，你老实跟我说呗，我儿媳妇是不是打过几次胎？阿姨，真没有。我儿没少买你们吧？您看您说的，他要是收买整个妇产科的医生，那得花多少钱啊？您放心吧，真没有。呀，我儿傻，我怕他挨骗，没有就行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夫，我们尽量小点声。哎，对了，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负责咱们这个病房的吴医生，医院要求他在 AKN 的科普号上粉丝尽快突破10万。我想请教一下你们是怎么才能做到？这个简单。上次有个小姐妹跟我连了一次麦，一晚上粉丝涨了有几十万吧。老多了。这样，你让她明天跟我连一次麦。那谢谢了。不客气。客气啥呀？让你休息，一会儿我们做个台前监护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Hello， 宝宝们好，我是你们的天使娜美。昨天直播的时候有人说吴医生很凶，是不是？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我的医生是一个特别美又专业又负责的好医生。娜美，我可喜欢他了，相信你们也会喜欢他。那吴医生呢，他有一个号，所以今天娜梅就要跟吴医生连一个麦，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位美女医生。好呀好呀，我喜欢他，连麦，欢迎吴医生。刚来的这个吴医生是谁啊？期待。正好昨天没看清他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医生。Hello， 吴医生。中国最美医生。我的吴医生是不是特别美？觉得很美的扣一。啊，没有。哇哦！中国最美医生。看来大家的眼光都太好了，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啊，厉害！谢谢大家。那个，我是医生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，可以问吴医生。特别是那些想要宝宝或者已经有宝宝的宝宝们。对呀，好多模型是干什么的？所以到底是剖腹产还是顺产？关于顺产好还是剖腹产好，这个情况是因人而异的。在你产检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情况下，还是建议顺产。天使娜梅那种情况是不是宫颈糜烂造成的？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大家讲话呢不要这么恶毒。天使娜梅的情况是先天性的宫颈短，所以宝宝要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长大之后。医生，你是不是替他遮掩什么？拿这种专业的问题忽悠我们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是医生，我只是客观的去阐述事实。宝宝们，我们的吴医生啊，可是第一次连麦哦，大家还是要不要吓他好吗？太无聊了，走了。真没意思。真没意思。我还不想看你们呢。
你看我们的吴医生是不是特别有个性？太有个性了，真的是。大美，你再这样我也取消你的关注了。哎，这样，拜托各位多多关注吴医生好不好？你们想想看，谁家没有要生小孩的时候，都会有啊。认识这么一个医生多好啊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教他，说不定有时候还可以救人命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关注啊！接着奏乐。我跳舞就关注。跳舞。那行，我看看，如果我跳舞就关注的，给我扣2。哇哦，好多2啊！行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这么多人都愿意关注吴医生，谢谢。Music 响起，开始跳舞了，终于跳起来了。孕妇的舞姿与众不同。谁说孕妇不能跳舞了？好看，真好看！不愧是梅梅，太喜欢你了。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吧，好吗？我们明天见。再见，拜拜。哎，别动，哪了，小孩？咋了？啊？我好像流血了。啊？没事吧，媳妇儿？大夫，吴大夫，大夫，吴大夫，大夫，吴大夫，吴大夫，大夫，吴大夫，大夫。这身体底子就是不一样。唯一的遗憾就是个早产儿，才1500克。我要早知道那些网友这么恶毒，我还让你连什么麦呀？我是自愿的，自己太大意了。你看这宝宝多可爱！我有儿子了，我有儿子了。媳妇儿，我爱你，可希望我能让他们知道咱俩的关系，要不然我马上追我报喜啊！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妈，您就别唉声叹气了，早产儿聪明啊。再说，宝宝很快就从保温箱出来了，没事的。哎妈呀，你还能笑得出来呀？缺心眼儿啊！让你们听大夫的，你们可倒好，忽悠大夫跟你们一起直播。我好好的大孙子，还就这么丁点儿，跟小猫似的，这以后身体准不好。妈，咱家这基因能受吗？放心吧啊。妈，你看那个孩子还没起小名呢，要不你给起一个？是啊，妈，您起个小名吧。小名啊？啊。那就早早呗，早产好几周，让他牢牢记住你们这不靠谱的爹娘。早早好听啊！好听，好听。粉丝肯定会喜欢的，是不是？妈呀，粉丝还粉条子呢，你理他们干啥玩意儿啊？啊，今天就别播了。你别怕没钱，你妈有钱，我养你们俩和大孙子。不是妈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不能说不播就不播呀。再说了，还有很多粉丝都还关心着我，我得去给他们报喜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报啥喜呀？我们生的孙子还给他们汇报啊？妈，是这么回事儿，他这团队就靠他一个人吃饭呢。他要是从那个第1位上掉下来，那得赔老多钱了。这不是俺俩的工作吗？播，再播出什么事儿来，我看你俩咋整。妈。哎，
哎，媳妇儿，咱妈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也是心疼你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知道。哎，就是我觉得自己确实挺糟糕的，孩子还没有养足月，这些黑粉就上来说这些乱七八糟的、讨厌的话。咱妈这么好脾气的人都生我的气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就算当了首席主播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媳妇儿，咱得这么看啊，你得相信你大部分粉丝里边，还都是关心你的呀。你搭理黑粉干啥呀？你是不是又看到有人黑我了？没有啊。手机给我。给你啥呀？哎呀，就是那些乱码七糟的公众号，有啥可看的呀？我看看。你别当回事儿啊，这不都为了黑而黑吗？别看了，这乱码七糟的营销号有啥可看？我要调整我自己，拿出个好状态，加油，加油！起来，起来，我来。开始。Hello， 宝宝们，下午好。他好多了。打完这个就没了吧？怎么了？找医生还是找护士啊？都不找，我就是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哦，我刚忙完，要么你跟我去医生办公室去坐会儿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走，一会儿就回来。那你别走太远了，假如找不到你该担心了。我确实才不让人省心呢。你就是那个网红你好，我是天使娜梅。啊？对不起啊，直接叫网红不太合适啊。合适，没有什么不合适，我本来就是网红。我看了你直播，我觉得生长安不适合接受那么多负面信息。我没事，如果没有粉丝的话，我什么也不是。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是我的职责。如果他们因为我感到不开心、不快乐，那就是我的问题了，是我让他们失望了。你为什么当网红啊？我，因为考大学的时候没有考好吧，让父母失望了。到后来大学毕业之后，他们也觉得我的工作不好，天天说我不争气，我就好像从来没有见他们笑过。但是到后来，我发现我在网上给大家讲笑话、跳舞啊，能够给很多人带来快乐，我就开始直播了。那你父母开心吗？他们说我丢人现眼，在网上跳舞要人打赏，跟舞厅里的小姐没什么区别，所以不理我了。你是不是很怕别人不开心？怕，因为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是我的价值。如果我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，那不就跟之前考不上大学的那个失败者没有什么区别？那我的价值，我不就没价值了吗？这么难过的事情，哭一下嘛。好像已经哭不出来了。你要睡不着，我陪你聊会儿天吧。你看，反正我现在也残疾了，也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找我。你这为什么残疾？这个说来话就长了。
起来啦，吃早餐啦。你是猴子胎的救兵吗？我又困又饿，我做梦还梦见肉包子呢。瞧瞧，好香啊！这哪家包的铺这么好吃啊？我包的。你还有这手艺啊？你有这手艺，你当什么医生啊？你在医院门口支一早餐摊，没过几年你就能在北京买上房，你信吗？我在医学院读了那么多年书，就为了在医院门口支个早餐摊啊？那有什么呀？你挂一牌子，叫医学博士包子，再加一机器，直接直播，没多长时间你能成为网红了。我可以给你当经纪人啊！叶院长啊，来。还有豆浆呢，谢谢啊。你跟网红聊完了？你注意点他，他有产后抑郁症的迹象。哟，因为抑郁症立了功，现在见谁都像抑郁症了。产后抑郁症本来就有15%到30%，这并不罕见。可我看着不像啊。他干了那么多年直播了，那网上说什么难听话都有，他都是笑着去面对的。还有，我上网查了一下。据说这个就是他粉丝多的原因，因为网友觉得他特别的乐观，特别的正能量。不生气不代表不在意。你听没听说过微笑抑郁症？有些人心里明明不开心，但是他由于工作的需要、面子的需要、礼节的需要、尊严和责任的需要，大多数情况都会面带微笑。但是，这种微笑并不是发自内心的，反而是一种负担，久而久之就会累积成情绪抑郁。是吗？这么深啊？哎，别听他瞎说，他又不是精神科的。你要这么喜欢抑郁症，不如去精神科实习啊，反正你也不用懂真正的临床。我建议还是跟娜梅的家属谈一谈，提醒他们注意点。她婆婆看见我就黑着脸，非说我跟她连麦害了她儿媳妇早产。你再让我跟她谈产后抑郁去，我也没证据啊。谁觉得人家有病，谁就去呗。李俊孝，你好歹也是个主治医生兼住院总，你这么说话合适吗？他不能，我媳妇能抑郁吗？你是不知道她心里多强大，多坚强。女性产后抑郁不是坚强不坚强的问题，那是有生理原因的。女人怀孕的时候，激素水平会飙升，会让心情保持愉悦。生完孩子之后呢，体内的激素水平又会断崖式的下降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一下从最高点到最低点。就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激素水平的变化，如果是男人，根本就受不了这种落差。这么玄乎啊？你做过手术吗？我割过阑尾。你就想啊，如果你刚割完阑尾，然后就拖着一个还没痊愈的病体，马上要进入一个24小时随叫随到，而且还完全没有经验的工作里，那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呢，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，就稍微有哪一点没注意，所有的亲人甚至外人都来指责你，而且这个工作还没有任何收入和前途，你会开心吗？我指定不开心呢，我不干了，我辞职呗。可是做妈妈是不能辞职的。就我刚才说的这些，如果换作是男人，我相信没有一条能够忍受。但是，当被冠以母亲这个伟大的名义，就要求女人笑着接受。有数据表明有一半会有产后抑郁的情绪。娜梅的情况更特殊，她的工作要求她必须给人带来快乐，她的内心就得掩盖在笑容之下。除了身体，还有周边人的影响，就那些网友的言论，以她现在的情绪状态，很难消化。所以，请你们一定要注意观察。昨晚她整夜都没睡。如果她这种失眠状态一直持续下去，就要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了。我懂了，大夫，咱加个微信呗。
我要是发现他有啥不对的，我就好问你，看咋照顾他，咋好呗。谢谢你。哎呀妈，你谢我干啥？我得谢谢你。谢谢你相信我，我也相信有你这样的一个好老公，他肯定可以平稳度过的。宝宝，宝宝，真漂亮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最好看了，对不对？啦啦，哇，小宝宝，你的小宝贝，可爱了。媳妇儿，宝宝这2天长不小啊。是啊，长大了。大夫说了，能吃能睡的，早产一点影响都没有，啊，放心吧。是的呢，我们健健康康的长大了。那媳妇儿，你说今天还直播呀？播呀，播呀！前2天身体那么不好都播了。既然我们的小宝宝健健康康从ICU房出来，那肯定得播呀，对不对？是吧，小宝宝？播一个。行。让他们看看宝宝健健康康的，也没有那么多质疑了啊。是吧？那就播。健健康康的长大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啦。今天我带来一个新朋友跟大家见面，当当，我们的小宝宝来了。今天我们健健康康的回到病房喽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来 ，Hello， 小手手呢？来，小手打个招呼。他手好小啊！是的，你说他手那么小，发育不好吧？早产儿肯定不健康的，而且长得也不是很好看。亲爱的们，不说我就好了，说我没有关系，但是不要说小小宝好吗？毕竟他才刚刚来到这美丽的世界，第一次跟大家见面，大家口下留情好不好？拜托了 ，OK， 这个灯光对孩子好吗？谢谢啦。孩子好黄啊！天使大梅是不是整不容啊？觉得挺可爱的。对呀，刚出生的小宝宝就是这样的。你看他抱孩子那姿势，就不是个当妈的。孩子真可怜。你有妈教吗？你咋说话呢？你不丑，躲在电脑后面就在那埋汰人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全家都丑。我儿媳妇啊，天下最漂亮。我孙子天下最可爱，哎呦呦，我儿媳妇把你们宠的，给你们哄得开心了，开心了就不会说人话了。就你们这德行，你妈怎么从小不管你啊？威我！我们666666666，早就看那几个喷子不顺眼了。彪子，过来！婆婆，你还缺儿子？过来！婆婆大人好。看见没？看见没有？这是我儿。我儿媳妇天生大美女，能看上我儿子，这是俺们家烧了高香了，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呢。他们2口子为啥不能承认是2口子啊？就是怕那丢什么掉什么粉儿。这些不讲理的粉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脱了就脱了呗，掉了就掉了呗，赶紧给我滚！我给你们嘚瑟的还埋汰人，哼！有本事你们出来啊！我给你们俩大耳刮子，叫你们知道什么叫现实社会。哎，各位啊，我媳妇这儿呢一直宠粉儿，这坐月子也没敢断直播吧。但是她现在刚当妈，激素水平都不稳定，容易产后抑郁。你们看她天天跟你们笑么唧的，但是她心里闹挺，她也没法跟你们说呀。媳妇儿、孩子、家，是我大彪子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。就算我们没粉丝，哎，1个粉丝都没有，大不了我再回去开出租车呗，那还能咋的？哎呀，别给他们好脸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帮人呢就会欺软怕硬，就会欺负刚生小孩的女人，欺负网上够不着的人。真认识他敢说1个字吗？一个山了吧唧的山炮！我告诉你啊，我送你们2字：滚犊子！妈，这是啥字儿？行了，收工。对不
住，而且我把你那个直播搅黄了，我这一生气我没忍住。你去安全吧。谢谢妈。谢谢妈。刁婆婆，您现在可出了大名了，都上新闻了，好多人都在报道你呢。天使腊梅婆婆怒斥网络暴力，说您说的特别好。真的呀？哎，刘大夫，我老感谢你了。谢我？那天你跟我们讲产后抑郁症，我听了我才知道，我当年的就是产后抑郁症。哎呀，我生了彪子以后，我们那七大姑八大姨的呼啦呼啦到我家来。就嫌我给他穿多了，要穿少了的啊，奶少了说我，奶多了那还有闲话呢，就是咋的我都不对，整得我呀一天天的不高兴。他爸还嫌我整天没个好脸儿，哎呀，整整1年多呀，我就寻思别人生孩子咋好好的，干啥都行，我咋就啥都不行呢？要是那时候认得你，我就明白是咋回事了，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罪了。那会儿他也没生出来。刘医生，我也要谢谢你，我现在也在咨询产后抑郁的医生了。说实话，那天要不是你陪我聊了1晚上，我真不知道自己后面会办出什么事儿来。还有，我断更了。我现在情绪还不是很稳定，就不去努力讨好别人了。这就对了。没事，闺女啊，不怕，谁要敢骂你，我就骂他。哎呀妈，完了，我妈成我们家最大网红了。哎呦，你妈年轻时候也俊着呢，我那舞跳得老好了。来一个。那会儿要有直播，我早发财了。哎呀，你愣着干啥呢？东西呢？哎呀妈，忘了。哇。给我的。人心仁德，送给你。刘医生，你现在粉丝多少了？有1万了。1万，等我恢复直播，咱俩再连麦啊。哦，不行，我现在呀，那内容啊，还不是那么的好，我争取下次你跟我连麦的时候，我不给你丢人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我祝你粉丝早日突破10万。谢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恭喜！好，谢谢。再见。拜拜。慢走啊，拜拜。念白，我要为我的无知向你道歉。你那不是无知，你那是缺心眼儿。开玩笑，其实很多人都不把产后抑郁当回事儿，包括很多男人吧。我知道你从来都不会说别人不好，但是这一次呢，谢谢你提醒我了，以后我肯定会多去关注产后抑郁这件事情的。谢谢你，我去忙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但今天我可能会让大家有点失望。今天我讲的内容可能没那么搞笑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围产期抑郁症。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不同非常奇妙。男孩小的时候都不爱带女孩玩，觉得她们柔弱、爱哭、怕脏，还喜欢打小报告。女人是弱的，男人是强的，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。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，对吧？第一次看到女孩子做指甲的时候哎呀，那简直就是个瓷娃娃。这么小小的一片指甲，先要仔细的把倒刺剪了，再磨死皮，再一层一层的涂上各种护甲、护肤、护所有的液体，再涂上各种颜色，直到我到了妇产科才发现，就是这么连小小的倒刺都不能容忍的女孩子。常常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侧切。你们知道什么叫侧切吗？
不知道。就是在孩子不太容易出来的时候，用一把大剪子，咔嚓咔嚓，在女人的身体上剪出一条大口子来，让孩子顺利出来。我劝你们不要查，这是史上10大恐怖视频之一。不听医嘱是要出人命的。那么，一个爱美、怕疼又要面子的女孩子，身体上被剪了一个大口子之后，你们觉得会出现什么情况？是所有人都在关心她、爱护她吗？不是，所有人都觉得，这是做妈妈的必经之路，没什么稀奇的。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在关心她的孩子，长得像谁啊？叫什么名字？身体是否健康？而这个女孩子，也是爸爸妈妈疼爱了一辈子的宝贝女儿。而大家总是要求她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不能说疼、不能哭、不能埋怨的母亲。只要她敢说疼、敢哭、敢埋怨，那她就会得到一句真矫情。后来我听到一句话叫“为母则刚”，我特别不喜欢这句话。为母则刚，那为父呢？为父只要能回家就行。为什么为母不能做呢？她身材走样了，生产的时候疼得翻天覆地，激素水平变化巨大，情绪低落，这都还是最基础的。如果是难产或者是剖宫产，她的身体还会留下伤口。她的乳房会硬得像石头，她的乳头在喂奶的时候会被孩子咬得鲜血淋漓。她凭什么不可以弱？她刚，只会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她的男人太弱。即便如此，这些明知道会经历这些的伟大女性，还是会选择生下一个或者是几个孩子，选择从弱到刚。而这个时候，男人，请你不要这么弱，请你用包容，用无条件的爱，用你的刚告诉你的妻子，她做的这一切是值得的。哎呀，我做科普直播，要是有他1半的口才就好了，说的太好了。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这么刚的男人跟我一起生活？你还想生孩子啊？当然了。当妈妈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，要是有条件的话，我要多生几个。谢谢。杜弟，你在想什么？怎么一直都不说话？我在想，在一个家庭里，一个男人的理解和支持，应该是一个女人幸福的生孩子的基础吧？是呀。这也是组建一个美好家庭的基础。但李金霄不是那种人。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没有啊。从瑞，李金霄不是一个可以理解和支持女人的人。那是因为之前你的性格太要强了。所以他觉得你不需要理解和支持，是吗？可是他很多对于女性的观点是不会改变的，比如说，哦，对了，我忽然想起来，黄主任教了我好多事情，我都没有做呢。只要你先等他吧，我先回去了啊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他们俩呢？都走了。那我送你回去吧。今天讲的不错。以前讲的不好吗？会抬杠了。你担心我？谁担心你？你呀。我想为像我妈妈一样有产后抑郁症的女性做点实际性的事情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好。还有临床上要教我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好。
什么啊？我不管，反正你答应了。不是，我刚刚没注意。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，怎么可以走神呢？这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导致的严重临床后果。你，杜丽，是我刘念白的女朋友了。你说是就是。我不管，反正你答应了，反悔无效。我到了。等会儿，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。给我这个干什么？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面锦旗，我想把它送给我最爱的人。你不给个 goodbye kiss 吗？我给你就不错了。你不给个 goodbye kiss 吗？你看，现在国内已经逐渐开始重视围产期抑郁，但大多只是孕产妇自我发觉后去看产后抑郁的门诊，属于精神科。但经过我调研发现，能够认识到自己患有产后抑郁并且去看门诊的并不多。首先是因为去看精神科名声不好，患者有病耻感。再加上对于抑郁症认识有局限，所以去看病的只是发病中很少的一部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认为应该将围产期抑郁的门诊划归到妇产科，然后在产科加大对孕产妇的科普和量表筛查力度。加大到多大呢？全部。而且要制作一个完善的普检流程，将围产期抑郁的普查作为产检的一部分。做。愿望是好的，操作难度很大。门诊划分难上加难，你总不能调几个精神科的医生来这儿作为妇产科的医生来培养吧？本身就不是一个系统，更难。这个在别的医院，我认为可能是个不太好推动的事情。但是盛季以妇产科见长啊，做点先锋的事情也是应该的。或者借鉴国外一些医院的模式，让妇产科医生加强关于围产期抑郁的鉴别培训，一旦发现有迹象，就向孕产妇提出让精神科联合会诊的要求。难，那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念白，你的精力呢有限，不要两个花在这个事情上。你是世界顶尖基因科学家的助研，如果你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在这个产后抑郁的诊断上面，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？如果不能推动孕产妇和家属对于围产期抑郁症的重视，我也没有心思干好别的事。好，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呢，先设计一个流程，把它放在我们产检的选项的一部分，但不是必选项，这是第一步。如果我能拿到新的病房，我们妇产科能宽裕一些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和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去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做一个联合门诊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田主任，我马上就去设计这个流程。真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梦想。这里就是当年我向导师借钱写的收据，那天我确实把学费还给导师了，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误会，在这里我一定要向大家澄清一下。这就是所谓我受贿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我今天特意也把田云山主任请了过来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的儿子刘念白刚刚回国，作为一个在国外实验室工作的科研人员，现在在盛济医院妇产科做住院医师，程序上也许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田云山主任收下他的目的是不是足够单纯？是考虑，我觉得还得这个考虑。
我师姐给我打饭了，中午剩的剩菜就给你顺便打包了一份。剩菜质量这么高，吃不吃？不吃我扔了。特意给我买的，怎么能扔呢？我吃饭是不是特别帅？哦，我知道你想喂我。要不是看你最近太瘦了，我能打到全吐出来，信不信？信。你别打脸行吗？打屁股。这是什么？我问精神科的同学要的量表，他听说你要做这个，就跟他们主任汇报了一下。精神科的主任觉得是件好事，就连同一篇还没有完成的论文一起给你了。里面有一些案例，是围产期抑郁、早期干预和晚期干预、产妇恢复情况的对比。这个太棒了，正好给我做的事情提供理论依据。他还说，非常欢迎你成为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，和他一起完成。这个当然可以。我也可以从妇产科这边收集一些病例，或者根据他的研究方向，说服一些孕产妇进行早期干预，也给他的论文提供更详实的证据。你要不要加入？